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从客观公正的视角深度解读时事，我是李幸福。今天的视频我会为大家介绍从医者仁心到医者花心。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因涉嫌贪腐被带走调查，但是更荒唐的是，田院长的第5任妻子竟然是他第1任妻子的女儿。这种伦理关系的混乱，不仅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挑战，更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践踏。2024年3月12日，中国医疗反腐领域标志性的案件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积水潭医院原院长田伟被带走调查。积水潭医院以骨科见长，其骨科专业常年排名全国第1。田伟在骨科领域影响力巨大，是这一细分学科中最著名的专家之一。从1983年毕业到2020年退休，田伟一直在积水潭医院。期间，1989年至1994年，田伟前往日本留学，就读于日本国立弘前大学骨外科专业，获博士学位。随后在弘前大学医学部整形外科从事博士后研究。1995至2003年，历任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副院长、北京积水潭医院脊柱外科副院长。2003开始担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党委副书记、院长，直至2020年退休。2018年当选为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。201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院士头衔本应是学术造诣的象征。田伟作为医学界的权威，掌握着科研经费、学术评价、人才晋升等关键资源，但是当手中的权力失去约束，彻底成为了满足私欲的工具。田伟贪得无厌，家里搜出2亿多现金，并在加拿大、美国等国家购置房产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田伟的婚姻选择不仅突破了伦理底线，还暴露了学术圈层的封闭性与特权化。在学术圈内，田伟是国内顶尖骨科专家，加上院士、积水潭医院院长的身份加持，让田伟行事无所顾忌。而在国内，权威人物的私生活往往被视为禁区，同行之间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。这种默契为权力滥用提供了温床，也让田伟的荒唐行为得以长期隐匿。田伟的婚姻风波中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莫过于其前妻身份的戏剧性转变，从前妻变成丈母娘。这种关系的扭曲，不仅让当事人陷入尴尬，更让旁观者感到荒诞与不适。田伟的前妻曾经是他的伴侣，如今却成了他的丈母娘，而他的女儿从妓女变成了妻子。这种伦理关系的混乱，不仅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挑战，更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践踏。而对于田伟的前妻而言，这种身份的转变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羞辱。她不仅要面对前夫与女儿的婚姻，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。这种憋屈不仅是情感上的，更是尊严上的。而田伟的所作所为，无疑是对他人格的2次伤害。而且田伟跟第1任妻子还生有一个儿子，这也太尴尬了。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成了自己的小妈，自己爸爸成了自己的妹夫，自己的外甥同时是自己的兄弟，这也太乱了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田伟出身医学世家，书香门第，从高祖父开始历代行医。他的父母也都是医生，父亲从医学院毕业后响应号召投身军队。解放初期，传染病肆虐，国家防疫措施匮乏。田伟的父亲作为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专家，常年奔波各地，组织防疫工作。1976年7月28日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，田父正在唐山忙于防疫工作。
因工作原因延后了原计划的返回时间，不幸牺牲。1977年，高考制度恢复，田伟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部，继承父亲的事业。毕业后，田伟加入北京积水潭医院，当时恰逢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，中日学术交流活动频繁。凭借自身的努力和优异成绩，田伟获得了日本弘前大学每年仅有的一个文部省全额奖学金，并在恩师的推荐下赴日留学。毕业后，田伟回到积水潭医院，不断创新发展。在田伟的推动下，积水潭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个设立计算机中心的医院，推动了信息化改造，结束了医生手写难以辨认单字的历史。田伟推动医院进行全院清产合资，邀请会计师事务所建立现代财务管理体系。在他的主刀下，积水潭医院完成了中国第一例用机器人进行的远程骨科手术，使中国的骨科手术从落后走向追赶，甚至反超日本，赢得了全球的尊重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2003年4月6日，44岁的田伟被破格任命为积水潭医院院长。当时，医院一名老年患者抢救无效死亡，参与手术的医生和护士随后出现发烧症状。刚上任的田伟力排众议，果断将科室几位发烧的医护人员集中隔离，并做出了北京第一个封闭病房的决策。随后，患者确诊为萨斯，田伟又不顾得罪北京领导，将医院高干小楼腾出来，赶走了赖在医院的干部，连夜带队打造了北京第一个隔离诊区，有效避免了萨斯与普通病人的交叉感染风险。这一举措让积水潭医院成为北京 SARS 爆发初期为数不多能接纳呼吸病患的医院之一，成功阻断了疫情传播，挽救了众多市民的生命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2021年11月，田伟在《生命时报》名医讲堂栏目撰文，回溯了自己父亲，原北京协和医院首长保健军医田伦。田伟在这篇文章中说，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纯粹的医者至善的践行者。从市侩的社会标准看，他就是那种很傻瓜的人；从正面评价看，则是那种具有大师气质的人。他人生的选择标准不是看有什么利益可图，而是看是否符合心中的理想信念，一旦找到就会付诸实践。我的父亲有自己的道，为之至善，那些所谓不公都是太小的事情，可一笑了之。我想，如果一个人希望一生活得有意义，那就追求内心有道，行而至善吧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集多项荣誉于一身的专家院士，却因严重贪腐问题在2024年3月份被查。据说被查时，在家中搜到的现金高达4亿元。据传，田伟是被戴上手铐带走的，不仅晚节不保，而且被带走时风度全无，场面一度极其尴尬。带走当场双腿直抖，尿裤子了。晚上，市纪委人来家里拿裤子，据说因大小便失禁需要换衣服，令人唏嘘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据说调查人员在他们家搜了6个小时，可见贪腐之巨大。据说共搜出现金债券，存折共计3至4个亿，房产别墅多套，北京四合院1套，美国比弗利山庄1套别墅，曼哈顿上东1套别墅，瑞士1套，手上外汇也有上亿。田伟事件暴露了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缺陷，过分强调科研成果而忽视道德操守的评价机制，为权力滥用提供了空间。必须建立更加全面的评价体系，同时学术权力的监督机制亟待完善，需要建立独立的监督机构，对学术权威的行为进行有效制约。此外，还应完善举报机制，鼓励对不当行为进行揭露。唯有重建健康的学术生态，才能让医学真正造福人类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